美国考虑出动地面部队对伊朗动武，德黑兰核设施遭袭，空中惊魂 F-15E 被误击全员脱险，伊朗三大内鬼疑云升温，伊朗领袖成高危职业，新领袖上任1天即遭斩首。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局势需要，他不会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据《纽约邮报》3月2日报道，特朗普在采访中谈及伊朗问题时强调，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包括地面军事行动。分析人士指出，一旦美方真正出动地面部队，美伊冲突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改变，甚至可能将整个中东拖入更大规模的战争。不过，从现实层面看，美国直接发动地面战争的可能性并不高。相比高成本、风险巨大的正面入侵，更具隐蔽性和灵活性的情报与特种行动，往往更符合当前战略需求。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长期在伊朗境内开展渗透行动，其行动效率与针对性往往更具时效。目前，美以方面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仍以空中打击为主，继 B-2 战略轰炸机之后，B-1 轰炸机也被投入行动，目标直指伊朗的导弹设施与军事基础设施，试图削弱其弹道导弹与区域打击能力。伊朗多处敏感地点近日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斯法罕与阿拉克在内的核设施区域成为重点打击目标。网络流传的视频画面显示，当地升起大量浓烟，部分设施似乎受损严重。不过，相关影像的真实性与损毁程度尚难以完全核实。除核设施外，伊朗部分军事基地同样遭到空袭，博鲁杰尔德的陆军工程兵基地以及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机构据称也在打击范围之内。在西南部德兹富勒地区，以色列空军据称针对伊朗第4战斗机基地展开打击，该基地驻有 F-5 战机中队。外界评估认为，基础设施和机库可能遭到破坏，但具体损失规模尚未获得权威确认。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公布影像资料，称在阿曼湾摧毁多艘伊朗船只，意在削弱其海上力量。不过，伊朗方面否认遭受重大损失，并宣称自身对美以目标实施了有效反击。围绕战场信息的真伪争议也在持续。有观点指出，部分流出的战果画面可能经过技术处理。信息战与舆论战正在成为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层面同样暗流涌动。据报道，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在日内瓦会谈期间与特朗普的中东事务代表发生激烈言语交锋。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坛亦出现不同声音，有舆论质疑部分高层立场，但相关说法尚缺乏确凿证据。总体来看，当前局势虽高度紧张，但各方仍在军事威慑与战略试探之间博弈。真正的地面战争一旦开启，将意味着全面升级，其代价与风险远超现阶段的空中冲突。与此同时，美国与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战事迅速由空中延伸至海上领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已对外证实，在代号“史诗愤怒”的行动启动后不久，伊朗海军即遭受沉重打击，多艘舰艇在短时间内被摧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声明称，行动展开数小时内，伊朗在阿曼湾部署的舰队基本丧失作战能力。
共有11艘军舰被击沉，其中包括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空母舰的巴盖里烈士号。美方强调，伊朗此前声称击沉美军航空母舰的说法属于虚假信息。中央司令部指出，在本轮冲突中，唯一被击沉的航舰级别舰艇为伊朗方面的巴盖里烈士号。该舰在行动初期即被锁定并命中。公开资料显示，巴盖里烈士号原为一艘韩国商船改装而成，是伊朗海军现役吨位最大的舰艇之一，舰长约240米，舰体高度约21米，配备直升机平台、无人机系统及多型导弹装置。舰上设有升降机系统，可同时运作大规模无人机编组，被视为伊朗近年来强化远海作战能力的重要象征。该舰可搭载约60架无人机，部署约30套导弹发射装置，并装备反舰巡航导弹及 Coser-222 多用途导弹系统，同时配备30毫米自动炮。值得注意的是，这艘军舰于去年2月6日才正式列装服役，服役时间尚不足2年，便在此次冲突中被摧毁。中央司令部还发布影像资料称，2天前，伊朗在阿曼湾仍有11艘舰艇处于部署状态，而在本轮打击后，这支舰队已不复存在。美方进一步指控伊朗长期在阿曼湾对国际航运实施骚扰甚至攻击，并宣称相关海上威胁已被有效清除。不过，相关战果数据目前主要来自美方发布的信息，伊朗方面尚未公布完整损失评估。随着冲突向海空多个维度扩散，局势的走向仍有待进一步观察。随着美伊对峙迅速升级，美国政府已启动区域性应急机制，要求多国驻外机构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于周二下令驻卡达、科威特、巴林、伊拉克与约旦等地的非必要政府人员及其家属启动撤离程序，同步缩减当地外交编制，并加强使领馆防护措施。此举被视为因应冲突扩大的预防性部署。3月3日，美国驻沙烏地阿拉伯使团因无人机威胁而暂停运作。位于吉达利亚德与达兰的美国公民被要求原地避难，并随时关注安全通报。同时，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宣布即日起暂停开放，无论常规或紧急领事服务均全面取消，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在以色列，美国大使馆亦发出提醒，表示馆方目前无法协助安排撤离行动，建议有意离境的美国公民自行规划交通与安全路线。美方外交机构同时限制非必要人员前往军事设施，降低潜在风险。另一方面，朝鲜日报指出，在伊朗对美以空袭展开反击后，区域局势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华府已敦促滞留中东的美国公民尽快离境，外界也开始关注美方是否准备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美国国务院于3日发布最新旅游警示，涵盖多达14个国家与地区，包括伊朗、巴林、科威特、埃及、黎巴嫩、阿曼、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伊拉克、卡达、以色列以及西岸与加萨地区、约旦与也门。相关警示强调，当前安全风险升高，建议公民重新评估停留必要性。主管领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莫拉纳姆达尔表示，鉴于地区安全环境快速变化，建议仍在相关国家的美国公民利用可行的商业航班尽速离境，并确保个人通讯与撤离方案保持畅通。美军近期持续对伊朗展开空中行动，但期间却发生一起引发关注的意外事件。3架 F-15E 打击鹰战机在科威特上空执行任务时，疑似遭友军防空系统误判，并发射飞弹攻击。所幸机场6名飞官最终全数弹射成功，无人伤亡。
根据美国空军公开资料 ，F-15E 配备的为 ACES-2弹射座椅，属于00弹射系统，零高度、零速度。这代表飞行员即使在极低空或低速情境下，也能启动逃生程序，大幅提高生还几率。该型座椅为美军多款主力战机的标准配备，服役多年，可靠度经实战与演训验证。不过，硬体装备只是保命条件之一。美国空军对飞官的养成与训练同样极为严格。依规定，飞行员必须定期接受弹射流程与各类紧急状况演练，包括座舱失压、机体受损、飞弹逼近等复合情境模拟，以确保在高压环境下仍能迅速做出正确决策。此外，飞官还需完成生存、逃脱、抗拒与逃逸 SEAL 课程，训练内容涵盖战区坠机后的地面求生技巧、避免被俘程序以及等待救援期间的应对方式。这些课程构成美军飞行员完整战备体系的一环。在作战层面，美军亦设有战斗搜救 CSAR 机制，由专责单位负责定位与回收落地飞行员。根据公开资讯，美军在中东长期维持预警机、空中加油机与搜救力量轮值部署，以支援高风险飞行任务，缩短事故发生后的反应时间。技术层面上， F-15E 本身配备雷达警告接收器 RWR， 可及时侦测敌方雷达照射来源与类型。一旦对方火控雷达进入锁定阶段，座舱内会透过声响与显示符号提示飞行员已遭追踪。若飞弹实际发射，飞弹接近警告系统则可透过红外线或讯号变化发出紧急警示。依照美军飞行训练标准，飞官在确认威胁后，通常会立即进行高 G 机动、补充或爬升规避，同步投放热焰弹与干扰丝，以干扰来袭飞弹导引。若战机受创，无法继续操控，则依程序启动弹射逃生。此次事件中，6名飞官均成功依标准流程完成弹射并获救，显示相关装备与训练体系发挥关键作用。不过，误击发生的具体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与官方说明。整体而言，这起事件再次凸显在高强度联合作战环境下，辨识与协调机制的重要性，同时也验证了美军飞行员生存体系在极端情境下的实际效能。美伊冲突升级后，外界最震惊的并非战场本身，而是伊朗高层安全体系所暴露出的脆弱迹象。多起精准打击与关键人物遇袭事件接连发生，使内部情报泄露的猜测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事实上，关于伊朗安全系统遭渗透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早年，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曾公开披露，伊朗为反制以色列情报活动而设立的反间谍机构，内部竟出现严重渗透问题。按照他的说法，该机构负责人后来被查出与以色列有关联，甚至有成员被指具备双重身份。这段往事至今仍被反复提起，成为外界质疑伊朗情报体系可靠性的例证之一。在近年的地区冲突中，伊朗多个军事与科研目标遭遇高精度打击，行动节奏之快，情报掌握之准，使外界推测内部可能存在信息外泄通道。德黑兰方面曾展开所谓肃清行动，但官方未公布具体细节，外界难以判断整顿成效。随着新一轮冲突爆发，部分伊朗核心人物被卷入舆论漩涡。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因其相对务实的对外政策立场，被部分强硬派批评过于温和。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在冲突发生期间身在日内瓦参与外交接触，也引发种种揣测。与此同时，圣城军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多次在战区附近活动却安然无恙的情况，也成为社交媒体议论焦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并无公开证据表明上述人物涉及情报泄露行为。围绕内鬼的说法，更多来自网络传播与政治对立阵营的指控。在高强度对抗环境下，舆论战与心理战本身就是冲突的一部分。战火同时向周边扩散，
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后，以色列随即扩大空袭范围，向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包括贝鲁特在内的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以方随后表示，已针对真主党情报系统采取行动，并称清除部分关键人物，但具体战果仍有待独立信息来源确认。整体来看，当前局势已不仅是军事层面的较量，更是一场涵盖情报渗透、内部整肃与国际舆论操作的多维博弈。所谓内鬼问题，既可能涉及真实安全漏洞，也可能是权力结构内部张力的外在体现。在高度紧张的地区环境下，信息真伪往往难以第一时间厘清。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冲突持续延烧，中东格局正进入一个更加复杂而敏感的阶段。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真主党的最高领导卡西姆。3月2日，中东局势在短时间内再度急转直下。多家地区媒体报道称，伊朗一名被临时推举为最高精神领袖的宗教人物阿里里萨·阿拉菲，在上任8小时后即遭遇袭击身亡。这名67岁的临时精神领袖还身兼另一重要角色，也就是依据伊朗宪法第111条设立的临时监国3人组成员之一。按照制度安排，该3人组在特殊情况下共同分担国家最高权力职能，其中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主要负责行政运作与对外事务，司法系统负责人戈拉姆海山·穆赫塞尼·埃杰伊掌管司法体系，而阿里里萨·阿拉菲负责为宗教背书。若上述报道属实，这一权力结构或已遭遇严重冲击。与此同时，伊朗媒体称，最高领袖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希拉奇也在新一轮空袭中身亡。以色列方面则表示，空军在当日行动中摧毁了伊朗安全部队的一处核心指挥设施，称其为镇压与控制体系的中枢。此前疯狂屠杀和镇压伊朗抗议民众的命令就是从该指挥部发出的。以色列还将摧毁该建筑的经过做成贴片投放，告诉伊朗人民，我们给你们报仇了。空袭规模亦引发关注。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军4架 B-2幽灵战略轰炸机自美国密苏里州起飞，穿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一直飞到伊朗上空，然后向伊朗的地下导弹发射井投掷了数十枚2000磅的 Blue-137钻地炸弹。随着战事延烧，以色列的公开战略表述也出现变化。以色列媒体称，军方已从短期打击转向为期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行动准备。以军对外表态称，将持续施压直至达成其设定的政治与安全目标。相关数字显示，空袭行动中，以军与美军已投放大量精确制导武器，但具体数量难以独立确认。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行动在空中保障规模上亦极为罕见。有报道指出，仅负责支援的空中加油机数量就超过50架，构成持续运转的空中补给网路。若数据准确，这种高密度、跨区域的空中加油部署在现代战争史上并不常见。例如，2025年12日以伊战争中，空中仅有4架加油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3月2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华府正筹划在未来24小时内对伊朗实施显著升级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此举被视为当前军事行动进入第2阶段的重要信号。该官员表示，美方内部评估认为，首轮攻击已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功削弱伊朗部分防空与指挥体系能力。接下来的军事重点将转向摧毁伊朗的导弹生产设施、无人机制造网络以及海上作战力量，以进一步压缩其战略反击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稍早接受 CNN 采访时，也释放出类似信号。他直言，目前的行动还未真正展开最猛烈的打击，并称大规模攻击尚未发生，真正的行动即将到来。相关表态被外界解读会为后续更强硬军事步骤铺路。不过，随着打击强度提升，美军弹药库存问题亦引发关注。上述官员透露，部分关键武器储备正承受压力，
尤其是战斧式对地攻击导弹以及 SM-3拦截导弹等高端弹药，其消耗速度高于平时部署节奏。在谈及战争持续时间时，特朗普表示，当前评估认为对伊行动可能维持约4周，但他同时强调，战场进展快于预期。这一说法暗示美方对阶段性成果持相对积极态度。随着战事持续扩大，美方公布了最新战场数据。美国军方3日表示，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初48小时内，共打击超过1250个目标，其中仅在冲突首日便命中逾1000个目标。与此同时，美军阵亡人数从最初通报的4人上修至6人。根据法新社报道，负责该区域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 U.S. Central Command 发布的事实清单显示，打击对象涵盖指挥控制中心、弹道导弹设施、伊朗海军舰艇与潜艇，以及反舰导弹阵地等关键军事节点。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发文指出，截至美东时间3月2日下午4时，共有6名美军人员在行动中阵亡。声明还提到，在首波空袭期间遭击中的一处设施内，发现2名此前失联官兵的遗骸。以色列方面同日也公布战果进展。以军表示，在持续对伊朗实施空袭过程中，已命中多处情报机构办公室与指挥枢纽。声明称，以军打击了10多个伊朗情报部总部以及多处圣城部队指挥设施。所谓圣城部队隶属于伊朗革命卫队，主要负责海外行动。在核设施问题上，各方说法出现分歧。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艾斯拉米已致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指称伊朗纳坦兹核设施于3月1日遭到美以2次野蛮袭击。信中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并正式谴责相关攻击，同时强调伊朗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主权权益。不过，根据路透社引述格罗西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有证据表明美以空袭命中任何核设施。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